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演技有多硬？哭戏不是她的舒适区，而是统治区。在中国电视剧领域，杨紫凭借其卓越的演技，特别是在处理情感复杂的哭戏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成为了众多导演和观众的宠儿。哭戏对于许多演员来说是一项挑战，需要深厚的情感积累和精湛的表演技巧，而对杨紫来说，这已不仅仅是她的舒适区，更可以说是她的统治区。杨紫的演技之所以能在众多观众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在表演哭戏时展现出的真挚与深度。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无论是早期的《家有儿女》中的天真烂漫，还是后来的《战长沙》中深情与坚强并存的角色，杨紫都能够通过其精湛的演技，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在《战长沙》中，杨紫饰演的胡香香，一角色充满了战争的残酷和个人命运的无奈。在这部剧中，她的哭戏不仅多次触动观众的心弦，更是展示了她如何将内心的痛苦和不舍通过眼神、表情和身体语言完美表达出来。每一次泪水的流淌都不是简单的情感释放，而是深入人心的情感表达，让观众无法不被她所感染。进一步来说，在《亲爱的、热爱的》中，杨紫饰演的童年，一个活泼可爱又有些小迷糊的角色，她在剧中的情感转变同样引人注目。特别是在面对情感危机时，她的哭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展现了她能够根据不同角色调整自己情感输出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说明了她的演技多样性，也证明了她在情感表达上的广度和深度。杨紫的演技力在她处理剧烈情感变化时显得尤为突出。她能在瞬间把握住角色情绪的转变，从平静到崩溃的过渡自然而流畅。看似轻松的表演背后，是无数次的实践和对角色深刻的理解。这种看似轻松，实则深藏不露的技艺，是杨紫在多年演艺生涯中磨练出的宝贵财富。总之，杨紫的演技不仅仅在舒适区内展示出色，更在她的统治区哭戏中展示了她深邃的情感理解力和卓越的表演能力。这使得她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能够用情感打动人心的演技派演员。杨紫通过每一个角色、每一场戏，都在向观众证明，真正的演技是可以跨越屏幕，触动每一个人心灵的艺术表达。在展示每一个角色的情感层次时，杨紫总是非常注重细节。她的表演既真实又深刻，她能够抓住角色内心最微妙的波动，并通过眼泪将这些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对情感的深刻挖掘和精准表达，使她的每一次哭戏都不仅仅是表面的情绪宣泄，而是一次情感上的深度交流，触动观众的心灵。杨紫的演技之所以能够在众多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是因为她在表演中所展现的不仅是技巧，更是一种对人物深刻的理解和感同身受的情感投入。她不遗余力地将自己融入角色，使得角色的每一个情感反应都显得极其自然和必然，仿佛那些情感从她的内心深处自然流露出来。此外，杨紫在选择角色时总是敢于挑战复杂多变的角色，这也为她的演技提供了展示的广阔舞台。从早期的青春剧到现在的成熟作品，她所扮演的角色层次丰富，情感深邃，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情感轨迹。这种多样性不仅证明了她的演技范围，也展示了她对不同人物心理的精准把握。总之，杨紫的演技不只是她的职业技能，更是她艺术表达的一部分。她的每一次演出都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更是在通过自己的表演探讨人性中最细腻的部分。杨紫的哭戏，特别是已不再仅仅是她的舒适区，她已经成为她用以统治舞台的强大武器。通过每一个角色、每一场戏，她都在不断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地位。随着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观众们对电视剧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高质量的剧本、精湛的演技以及创新的制作手法，成为了他们选择观看某部作品的重要标准。在这种背景下，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一部集实力与人气于一身的新剧《书君年》即将开启拍摄。《书君年》由目前极具人气的演员肖战和杨紫担任主演。肖战自出道以来，
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良好的公众形象，迅速赢得了广大粉丝的支持和喜爱。他的参与无疑增加了这部剧的关注度。同样，杨紫的演技在业内也是有目共睹的。她曾多次通过各种角色展示了自己的演技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在情感表达和角色塑造上有着独到的见解。此外，谭健次和刘宇宁的加盟，更是让这部剧的阵容看起来星光熠熠。谭健次以其独特的演技风格和对角色深刻的理解闻名于影视界，而刘宇宁则以其青春的气质和努力的工作态度，受到了许多年轻观众的喜爱。这两位演员的加入，不仅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看点，也为整部剧的艺术层面提供了更丰富的解读空间。书君年的剧情设定在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古代世界，讲述了主角们在争霸的古代王国中如何运用智慧和勇气影响历史进程的故事。这种类型的剧本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需要将古代人物的言谈举止与内心世界完美融合，使观众能够真正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和人物的情感。制作团队对于细节的精雕细琢，也是这部剧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从服装到布景，从语言到表情，每一个元素都需要精心设计和调整，以确保整部剧的历史感与艺术感得到完美的平衡。这不仅是对制作团队的考验，也是对演员们表演细节把控能力的一次大考。总的来说，书君年不仅因为其华丽的阵容而备受期待，更因为它承载了观众对于高质量电视剧作品的期待和梦想。在当今这个娱乐多元化的时代，如何在保持娱乐性的同时，提供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作品，是每一个制作团队需要思考的问题。书君年的推出，无疑为观众们带来了一次全新的视觉和心灵的盛宴。肖战作为当下娱乐圈内备受瞩目的青年演员，不仅在演技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其独特的颜值和超高人气也使他成为无数粉丝的心中宠儿。他在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从而在圈内外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而在最新剧集《书君年》中担纲男主角，他的参与无疑会为这部作品带来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杨紫作为中国电视剧界的一线女演员，她的表演总是让人感受到角色的鲜活与深度。无论是在喜剧还是悲剧中，她都能准确地把握角色的心理变化，通过细腻的表演技巧呈现出人物的多层次感受。在《书君年》中，杨紫与肖战首次合作，这对组合无疑会为剧集增加不少看点，期待他们之间能够擦出新的火花，带给观众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对于谭健次，他的演艺生涯一直以来都充满了色彩。他不仅在舞台上有着非常稳定的表现，而且在影视作品中也展示了广泛的角色适应性。从严肃的历史角色到现代的都市形象，谭健次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他的加入使得《书君年》的演员阵容更加坚实，也让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值直线上升。刘宇宁作为一位以歌声著称的艺人，此次跨界参与演出，不仅是对他个人演艺道路的一次全新尝试，也是对他表演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尽管以往以音乐为主，但他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表演的尊重，使得他在面对演技挑战时，总能展现出不凡的潜力和诚意。在《书君年》中，刘宇宁的表现被寄予厚望，观众们期待他能够在剧中呈现出与音乐截然不同的魅力。综上所述，《书君年》不仅因为他精心编织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受到期待，更因为他强大的演员阵容而成为广大观众不容错过的视觉盛宴。在这样的配置下，《书君年》预计将成为一部深受欢迎的电视剧。它不仅能够满足观众对于视觉和情感的需求，更能在艺术表达上达到新的高度。《书君年》这部电视剧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将观众带入一个精心构建的架空历史时代。剧情围绕几位主要角色展开，通过他们的命运波折和情感纠葛，描绘了一幅复杂多变的社会画卷。该剧的故事设定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融合了历史元素与现代情感，创造了一个既具有古典魅力又不失现代感的故事世界。从剧本创作到角色设定，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打磨和深思熟虑。编剧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和文学构思，力求每个情节都能紧密相扣，同时又不失文学性和深度。剧中的对话既保留了古风的韵味，
又加入了现代的语汇和表达方式，使得对白既雅俗共赏，又深具穿透力。制作团队在视觉表现上同样不遗余力。导演和摄影指导共同挑选了诸多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精心设计的室内场景，以电影级别的制作标准拍摄，力求每一个画面都能成为视觉的盛宴。美术设计师则根据剧情需要，设计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背景的服装和道具，既展现了历史的厚重感，也符合现代审美的观点。主演们对于角色的投入也是空前的。肖战和杨紫作为领衔主演，他们不仅在前期进行了深入的角色研究，而且在拍摄过程中也不断的探索和完善自己的表演。他们对角色的理解和表现，让每个角色都显得鲜活而有血有肉，情感表达丰富而细腻。谭健次和刘宇宁虽然是首次尝试这样的历史剧类型，但他们的表演同样令人惊喜，能够与其他主演形成强有力的戏剧对比。总之，《书君年》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它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艺术作品，是对传统历史剧类型的一次创新和突破。它试图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线，让观众在享受视觉与情感盛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角色们在追求爱情、理想与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种种挑战和矛盾。这部剧集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示了制作团队的匠心独运，预示着它将成为又一部经典之作。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